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俗话说得好，睡眠好人长寿，所以睡眠好不好会影响到寿命。那现在呢，有很多人都存在失眠、早醒的问题，其实这可能和你总吃2种调料有关，大家赶紧看看吧。第一种是食盐，那食盐呢是家家户户都有的，做菜也必须用到的。但很多人口味呢比较重，所以做菜时会放很多盐。如果盐分摄入过多，会引起血管收缩、交感神经变兴奋，这样就可能会导致失眠出现。而且盐吃多了还容易口渴，使血压升高，对健康十分的不利哦。第二种是辣椒。现在很多朋友喜欢在晚上吃一些比较辛辣刺激的食物。辣椒虽然能增进食欲，但吃太多辣椒会刺激胃黏膜，使心跳加快，也会刺激大脑中枢神经，从而影响睡眠质量，使人出现失眠的情况。所以呢，为了健康的睡眠，这2种调料最好少吃。平时呢，还要养成好的饮食习惯，适当的进行有氧运动，比如慢跑、散步、瑜伽等。也可以常吃助眠食物，比如桂圆。桂圆呢是药食两用的食物，营养价值很高，具有养血补脾、宁心安神的功效。经常泡水喝能促进睡眠，改善睡眠质量。月经是女性正常的一种生理现象，每个月都会来。正常月经周期应该是25到30天，每次来月经会持续2到8天。但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，所以来月经的天数也不一样。有的人2、3天就干净了，而有的人1周才干净。那这2种情况哪种更健康呢？其实这2种情况都是比较正常的表现。如果你的月经很正常，每次时间间隔一样，持续时间也一样，月经量也一样的话，说明身体还挺健康的。但如果你之前月经很有规律，突然月经出现提前或者延后，经期持续时间过长或者过短，月经量也不正常了，那就可能是身体出现了问题。最好及时检查，好做调理，不然对子宫和卵巢的健康不利。月经是女性健康的晴雨表，所以女性朋友要注意自己月经发生的变化，不要当做小问题。如果拖时间长了，可能会发展成大问题。平时要多注意保暖，少吃寒凉食物，坚持运动，不熬夜，这样也有利于身体。人想要瘦身要抓住一个好时机。而在月经期后呢，是女人的掉肉期，尤其呢是月经结束后的3天。若能抓住的话，瘦身效果会事半功倍哦。那么大家可以常喝2种水，薏仁水。很多女性肥胖都是因为体内存在湿气，而薏仁呢有很好的去湿气的作用。经常用薏仁泡水喝，可以帮助健脾，还能够促进脂肪排泄，对瘦身有帮助。荷叶水，我们还可以呢用干荷叶泡水喝，因为干荷叶含有很多碱性物质，经常喝可以帮助脂肪分解，防止身体肥胖。而且荷叶中还含有茶瘦素，能够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，所以呢坚持喝能够帮助体重降下来。不宜空腹吃的3种食物，很多上班族都在吃，难怪身体发胖。第一种，煎饺加甜豆浆。很多上班族早上会到早餐店买一些煎饺吃，煎饺的热量呢是非常高的，如果呢再加上1杯甜豆浆，那么就相当于1天的含糖量了，时间长了很容易使人变胖。第二种，方便面。方便面是非常便捷的食物，是很多上班族的最爱。很多人早上没时间就会选择吃点泡面。方便面属于油炸食品，其中含有大量的脂肪，如果经常吃，不仅会使身体发胖，对身体健康也不利。第3种，汉堡。除了上面的2种食物，很多上班族还喜欢早餐吃一些汉堡。汉堡含有的热量也是非常大的，如果再配合一些咖啡或者是豆浆之类的饮品，摄入的热量相当于多吃了1顿午饭，也容易导致身体发胖，出现水桶腰。所以上班族上面这3种食物尽量就不要吃了，对身体健康。花生是生活中常见的，很多人喜欢吃。有人说早上空腹吃几粒花生有养胃的作用，那真的是这样吗？花生营养丰富，其中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膳食纤维以及磷脂，有抑制胃酸、保护胃黏膜的作用。所以呢，每天早上吃几粒，最好不要超过50克，是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的。虽然花生有养胃的作用，但是呢，有2类人要注意是不适合吃的。
第一种，胆囊切除的人，因为花生里有很多油脂，而这些油脂是要靠胆汁消化的，所以胆囊切除的人是不适合吃的。第二种，有胃病的人，虽然花生养胃，但只针对胃好的人。如果有胃病，吃太多花生容易烧心、消化不良，所以胃不好的人就不要吃了。早上起床后若有3种表现，可能是脾虚了，别不当回事儿。表现1，大便溏稀。大家早上起床排便时可以观察一下，若出现大便溏稀的情况，说明体内水湿不平衡，就可能是脾虚了。如果还伴有腹胀的情况，大家要及时的进行调理。表现2，脸色暗黄。脾虚还会对个人的脸色造成影响，如果早上起床后出现脸色暗黄，没有一点气色，那么就需要及时的进行调理了，这样才能够帮助恢复好的气色。表现3，浑身乏力，食欲不佳。经过一晚上的休息，早上起床后应该是充满活力、精神满满的。但如果出现浑身乏力、食欲不佳等情况，也可能是脾胃虚了。当出现脾胃虚的情况时，大家需要及时的进行调理和预防。平时注意不要熬夜，多运动，还有饮食也要特别的注意，少吃生冷的食物，这样对脾胃健康才是有利的。澡，很多人认为是很简单的事情，洗洗就得了。其实洗澡也是有讲究的哦。尤其呢是洗澡的时间，要尽量的避开下面这3个时间。第一个，运动完之后。运动完后我们的毛孔呢是处于打开状态的，如果着急去洗澡，很容易呢让湿气进入身体，不利于健康。所以大家运动完可以呢先休息半小时，然后再去洗澡比较好。第二个，早上起床后。这个时间也是不适合洗澡的，因为早上温度呢比较低，如果这时洗澡，很容易让湿寒之气趁虚而入，所以大家也要尽量的避开。最后一个，晚上10点以后，那这个时间温度也是很低的，而且身体的阳气也处于下降状态，如果洗澡容易赶跑体内阳气，让湿寒之气有机可乘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所以呢，不管男女，洗澡的时候尽量避开上面这3个时间吧。俗话说10人9胃病，也就是说现在胃不好的人越来越多了，都是因为不规律的饮食导致的。那我们平时该怎么养胃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敲打大陵穴。大陵穴属手厥阴心包经，在我们手掌横纹的中点处。胃不好的朋友可以将双手手腕处的大陵穴相互对敲，这样每天敲打3到5分钟即可。大陵穴对应的我们的脾胃，被称为人体的健胃消食片，所以经常这样刺激大陵穴，可以帮助健脾和胃，提升胃动力，对受损的胃黏膜也有一定的修复作用。每天坚持敲打2到3遍，能让脾胃慢慢的好起来。好胃是养出来的，所以日常生活中要好好的养护胃部，平时多注意饮食，远离辛辣刺激油腻的食物。吃饭的时候不要吃得太饱，3餐定时定量，多吃一些养胃食物，比如小米、荞麦、核桃等。在时刻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这样脾胃也会越来越好。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碰到胃不得劲儿的时候，主要是平时不注意饮食，那经常大鱼大肉或者是不吃饭引起的。那胃不好该怎么办呢？今天木子教大家按摩我们身上的养胃区，对胃部健康有帮助。那这个养胃区就在我们的手上，也就是呢大陵穴，在手掌根腕横纹的中点。大陵穴在五行属土，对应着脾胃。那胃不好的朋友可以经常按一按，用拇指按揉就行，早晚按上5分钟，对降胃火、提高胃动力有很好的效果。每天坚持能够调理脾胃不和、消化不良等情况。那俗话说胃病3分治7分养，所以想要胃好，要坚持调养才。带有肠息肉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而且经常被人们忽视。那当肠道长出息肉时，身上会有哪些表现呢？第一个，腹部异常疼痛。如果肠道出现息肉，那么可能会出现腹部异常疼痛的情况，而且那种坠痛感和绞痛感是我们往往接受不了的，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。第二个，放屁次数增多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会出现放屁次数增多的情况，往往不以为意。其实这可能是肠道菌群失调引起的，也可能是肠道出现了息肉，大家也要引起重视。
第3个，排便时出血。如果痔疮比较严重的人，排便时会出现出血的情况，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，也可能是肠道出现了问题，要小心是肠息肉找上门了。肠息肉的危害很大，所以大家一旦发现，及时的进行治疗，以免给身体造成严重伤害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木子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